中国模拟24枚导弹打航母编队，美国说高超音速武器被过度神化，那么纸老虎到底是谁呢？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这几天呢，又有2件事儿可以对照着看了，一个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核科学与工程系核安全与政策实验室的一位访问学者认为呢，既然匕首可以被爱国者3导弹拦截，那么中国和俄罗斯的其他高超音速导弹一样可以被爱国者3拦截。而且作者还认为美国有改进型的爱国者3防空导弹，跟原来的老爱国者3相比，性能有了很大的提升，飞行速度提高了25%，所以能够拦截俄罗斯的锆10以及媒体传说中的中国的东风 ZF 星空2。所以他说，高超音速武器呢，不见得就比原来的中程弹道导弹威胁大很多。那你说这个学者是贬低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吧？也不像，因为他还有段话表示说，现有技术模型，美国一直在开发的高超音速武器，包括空军那个空射快速反应高超音速武器系统 ARRW， 还有陆军那个远程高超音速武器 LRHW， 还有海军那个常规快速打击武器 CPS， 可能都一样，都容易受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导弹防御系统拦截。所以美国国会应该要想清楚美国军方也应该想明白，这些高超音速武器实际能干什么，花这么多钱真的合理吗？他这话说的呀，我都一时分不清此弓到底算哪头的。有意思的是呢，他的观点也不是空穴来风，基本上跟国内说法也差不太多。匕首虽然是最高飞行速度有10马赫吧，但毕竟匕首呢算是一种入门级的高超音速武器，末段弹道减速可能比较严重，为了命中目标呢，也不可能是持续机动，所以就好拦截。但是以此为理由，认为中国那些高超音速武器就好对付，是纸老虎，所以没有必要发展高超音速导弹。那么美国人愿意相信，当然就最好了。另一个消息就是中北大学公布了一系列仿真对抗结果，他们的模拟对抗就显示我们跟你们说的是不一样的。他们这个模拟对抗呢，搞了20轮，每次呢用了24枚高超音速武器，去攻击美军的福特级航母编队。结论恰好跟这个美国学者说的相反，就是每次都能把美军航母编队基本清理干净。中北的模拟讲定中，美军航母编队有264枚防空导弹，包括标准3。按说标准3作战高度太高了，是没法拦截高超音速武器的。但是演习指挥部呢、导演部呢料题从宽，也算它能拦截。同时还强调了美军航母编队的电子对抗能力。那么在对抗过程中，进攻一方使用了8枚射程2000公里的高超音速导弹，先大量消耗了美军的防空火力，然后8枚射程4000公里的导弹，再加上2枚2000公里的，构成了主要杀伤。等把这个美军编队打残了之后，最后用6枚2000公里的弹进行补枪。这个对抗演习结果公开亮出来，应该是故意给美国人看的，就是要实施一下战略威慑。比如射程2000公里那个导弹消耗对方的防空火力，说明这个射程导弹最后的攻击阶段，即使要减速满足一下末指导要求，那个末段速度也是远远超过匕首的。所以美军即使能够拦截，拦截力也应该是非常非常之低。而射程4000公里导弹末段速度是要超过前一种导弹的，那么被拦截的可能性就会变得更加的低。最后还要提醒一下，中北大学这次用的是墨子联合作战仿真系统，它主要演练的是整个战役体系，而不是为了模拟测试导弹本身。整个作战体系中体现了远程侦察、战场态势实时把控、数据传输都已经配套而且成熟。不过呢，大家注意，此墨子并非彼墨子，这跟我们以前发射那个墨子号量子纠缠加密通讯实验卫星呢是没关系的，只是名字是一样。量子纠缠加密通讯解决的是加密问题，实际通讯使用中还是需要激光束或者光纤，还没法用于飞行弹道复杂变化的高超音速武器。所以这2件事对照起来就可以看到了，美国人说高超音速导弹是纸老虎，我们说美国的防御系统是纸老虎。有意思的是呢，不管双方怎么说对方是纸老虎，说来说去好像都是说给美国国会听。